这是一只上古奇猫，女人小心翼翼地站上了窗台，看着高达100米的深渊，她没有退缩。小美一心想要救下喵星人，可她实在无法对抗地心引力，不小心踩坏了空调外机，直接悬在了上面。关键时刻，男人一把捞住了她，这才避免了一场事故。小美在一家艺术公司工作，从穿着打扮来看，你很难想象她是一名设计师。因为客户的刁难，她得在明日12点前交出新的方案。面对大半夜狂欢的一群老六，小美不敢也无法阻止他们。好在第二天完成了工作，小美亲自将设计送到了客户公司。可深夜的公司空无一人，她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却刚好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这家公司新上市的产品会让人产生依赖，一旦停用就会对身体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小美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公司立马对她展开了追击。只看重利益的高层可不会让一个外人知晓这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无处可逃的小美躲进了排污管道，老总立马下令关闭入口，并启动了排污装置。就这样，小美连同污水一起掉下了万丈深渊。即使她是主角，也逃不过死亡的命运。但事情总会有转机，污水退去，活的小美发现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都变得异常敏锐，甚至10米开外的小蜘蛛也逃不过她的法眼。回到家，她根本不需要走楼梯，轻松一跃就能破了世界冠军的记录，而她对这一切的原因毫无所知。死而复生的小美像一只猫一样慵懒地睡着觉，直到电话把她从8米高的吊床吵醒。还没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上古奇猫再次出现。小美从项圈中找到了地址，跟着地址来到了位于繁华街区的一栋老别墅。开门的大姐显得很奇怪，家里的猫不计其数。她告诉小美，这只猫叫子夜，并且有种特殊能力。 You look a little out of sorts yourself, my dear. The cats, perhaps. 小美可不想跟精神有问题的人继续闲聊，转身就要离开。可接下来大姐取出的东西让小美沉醉其中，原来这是猫薄荷。将信将疑的小美来到公司，因为没有按时交出设计图，迎接她的是领导的谩骂。可这次小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直接霸气回怼自己的上司。等待她的除了同事的赞赏，还有炒好的鱿鱼。回家途中遇到汪星人，小美对着他们就是一顿哈气。她还迷上了罐头的味道，不知不觉间行为也越来越像一只猫。深夜，对面的老六又开始开会了。小美这次勇敢发声，可对方仍然当作没听到。她直接踢开了1吨重的铁门，浇灭了这群老六的热情，狠狠地发了一次威。要知道，这是以前的小美完全不敢做的事。回到家中，剪短了自己的长发，烈焰红唇，皮衣皮裤，开始在城市里飙起车来。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美了，现在的她成了一个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的猫女。一群劫匪正在洗劫一家珠宝店，猫女出现并奚落着愚蠢的人，谁知劫匪哐哐就是几枪。然而他们对猫女的速度一无所知，飞檐走壁，动作敏捷的猫女解决他们只需要一盏茶的功夫，然后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小美早上醒来，却发现了被自己一并带回的珠宝，她立即打包还了回去。小美终于发现了自己行为的异常，然后又来找到了知心大姐。大姐告诉她 You died. 小美还是不能相信，直到大姐将她推下了楼。小美像一只猫一样迅速调整身姿，轻盈落地。原来子夜是一只活了上千年的猫，因为小美之前的好心相救，子夜选中了她，并将她救活。小美现在成了新一代的猫女，这既是恩赐，也是诅咒。猫女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有其他人追求的自由，却也经常孤独和迷惑。大姐给了她一个猫女面具，小美现在正式成了一位猫女。猫女知道自己曾被害死，她发誓要找到凶手，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戴上面具后的猫女能力得到了强化，在高楼间穿梭如履平地。她来到了化妆品公司的办公室，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当时按动开关的人已经倒地，而这恰巧被一名安保看见，猫女为此背了锅，她只好走为上计。而另一边，身为警察的男友发现了咖啡杯上的字迹和珠宝店送回的袋子惊人的相似，而之前在游乐场时机器发生故障，小美救人的身形异常矫健，还在家里发现了猫女的指甲，种种迹象表明女友就是猫女。迫于无奈，小美被送进了监狱。注意看，女人打量了一下铁门，然后开始了缩骨大法，不愧是猫女。避开重重监视，她来到了窗口，然后纵身一跃，
空中翻转2周半，四肢着地。他现在要阻止有毒化妆品的上市，来到仓库将所有运输车辆都拴了起来，成功卸下了所有车轮。而另一边，男友正在和公司老总交谈，他便是全片的最大 boss。这个女人为了金钱无恶不作，不惜杀掉了自己的丈夫，嫁祸给猫女。发觉事情败露的女人开枪打伤了大壮，关键时刻猫女赶到，救下了男友。猫女知道了之前害死自己的就是这个白发女人，直接开启了暴击模式，可反派的光环上线，白发女人因为使用了自家的产品，平常的攻击根本不会让她受伤，一个不注意，猫女被刺伤，差点掉了下去。It's overtime. 猫女抽出长鞭，狠狠地教训着这个坏人，终于她掉落在了自己的新品发布台上。而一张衰老无比的脸也让世人知道了真相，猫女也成功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她写了一封分手信给男友，因为猫女生活的世界不应该有约束，他们注定是有缘无分。猫女一篇上映于2004年，在网上评论褒贬不一，有人说好莱坞明星哈利贝瑞是全片仅有的看点，作为超级英雄电影格局太小，打斗情节太弱。哈利后来还提名金酸梅奖，类似于金扫帚的奖项，但也有人对影片十分喜欢。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我是说影先生，下次分享再见。